胡潤發話了，中國的有錢人正在縮水。2025年，家裡資產過千萬的家庭少了 1.7 萬戶，連過億的大老闆也少了2200個。為啥？以前是遍地黃金，現在是稅局查賬，房價躺平，股市難看。以前大夥兒想的是怎麼翻倍，現在想的是怎麼不虧。富人們不再買房買表了，都在瘋狂囤黃金、買保險，甚至把錢往海外挪。簡單說，發財夢醒了，現在大家都在忙着捂緊錢袋子。很多人可能覺得經濟不好受苦的是底層，富人有的是錢，日子肯定照樣過。但最新的數據告訴你，中國的有錢人現在也快撐不住了。根據胡潤研究院最新發布的2025中國高淨值人群白皮書，截至2025年，中國擁有千萬資產的高淨值家庭數量降到了206.6萬戶。這意味着僅僅1年的時間，中國就有 1.7 萬個千萬富翁家庭消失了。別覺得 1.7 萬這個數字小，如果你在網上看，更慘，資產過億的超高淨值家庭減少了2200戶，跌幅達到了 1.7%。這可是16年來的第3次下跌。大家回想一下，前2次下跌是什麼時候？一次是2019年貿易戰最兇的時候，一次是2023年3年風控剛結束，大家發現世界變了的時候。而這一次的下跌性質完全不同，這是一種系統性的、不可逆的財富坍塌。尤其是深圳，這個曾經的創業天堂、搞錢之都，這次的高淨值家庭規模跌幅全國第一。這說明了什麼？說明最靈敏、最敢拼、最有活力的一批人，要麼是破產了，要麼是徹底心涼，把錢撤走了。為什麼這些富人突然就不行了？我們要看這些人的財富是怎麼來的。在胡潤的報告裡，這些千萬富翁中，企業主佔了一半以上，52%，剩下的不是金領，就是職業股民和不動產投資者。過去30年，中國富人的致富邏輯很簡單，借錢加槓桿，要麼開工廠，要麼買房子。只要你敢賭，國運就帶你飛。但現在這套邏輯變成了催命符，房價躺平，以前你手裡有幾套房，你就是千萬富翁。但現在房地產進入了漫長的入冬期，很多人的千萬資產是算上房產價值的，現在房子賣不動，價格跌，這些紙面富人瞬間被打回原形。企業微利、製造業的利潤率現在被捲到了地板上，還要面對各種行政攤派、環保督查和不斷上漲的人工成本。很多小老闆辛辛苦苦幹1年，最後發現是給銀行和房東打工，信心歸零。報告裡有一個數據非常扎心，高淨值人群對個人經濟的寬裕度預期比2021年驟降了 29%。以前大家聚在一起聊的是明年在哪兒拿地、投哪個賽道，現在大家聚在一起聊的是你那筆錢出去了嗎？哪家的保險最穩？這種心態的轉變，標誌着中國經濟已經從造富時代正式進入了守財時代。如果說市場環境不好是天災，那麼稅務稽查加碼就是人禍。現在的富人最怕的不是生意虧錢，而是手機響起稅局的電話。2025年12月，官方透了一個底，前11個月，稅務部門一共查處了1818名雙高人群，高收入、高淨值，追繳稅款加罰款一共15.23億元。大家要注意，這裡的雙高標準，年收入過100萬，或者可投資資產過1000萬。以前查稅，那是扎薇亞、李佳琦這種大網紅，是抓大放小。但現在風向徹底變了，從廣東、浙江到北京、四川，各地稅務局開始翻舊賬，重點盯着境外所得。很多企業高管、投資者以為把錢放在海外，或者通過各種通道避稅就沒事了。結果現在稅局拿着大數據，
要求補報過去5年的境外所得。補不補？不補就是違法，補了可能這幾年的積蓄就全進了國庫。這就是現在的邏輯，財政沒錢了，只能從有錢人身上刮油。當富人發現自己辛苦賺來的錢成了別人眼中的待宰羔羊，他們唯一的反應就是跑。在白皮書裡，高淨值人群的資產配置出現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金字塔。保險47%成了首選，不是為了理財，是為了資產隔離和財富傳承。說白了，就是怕哪天公司倒了，官司來了，或者政策變了，手裡還能留點養老錢。黃金42%緊隨其後，在亂世和經濟動盪期，富人只相信這種黃澄澄的金屬。減持房產19%，以前是全家資產都在房子裡，現在是拼了命想把投資性房產變現，哪怕打折也要賣。甚至連他們的消費觀都變了，以前是買愛馬仕、買勞力士，現在這些奢侈品消費在計劃中大幅削減，取而代之的是什麼？子女教育和健康醫療。這背後隱藏着一種深深的焦慮：國內的錢不好賺了，國內的資產不安全了，那就把孩子送出去，把身體搞好，準備隨時撤退。中國這一屆富人可能是最悲慘的一屆，他們經歷過最輝煌的增長，卻在收尾的時候發現自己正面臨一場全方位的清算。房價的幻滅，稅收的重壓，制度的不確定性，像3座大山一樣壓下來。以前千萬富翁是身份的象徵，現在千萬富翁是重點監管的對象。當這些最有能力投資的人都開始收縮，開始保命的時候，底層的日子會好過嗎？在這次胡潤的報告裡，最讓人唏噓的數據莫過於深圳。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櫥窗，曾經創業者的朝聖地，深圳的高淨值家庭跌幅竟然位居全國第1。這背後折射出一個極其危險的信號：大灣區的創富發動機熄火了。過去深圳的富豪是怎麼產生的？依靠高新科技，騰訊、華為、大疆；2靠跨境貿易；3靠瘋狂的樓市。但現在的現實是，互聯網大廠進入擠水分時代，期權不值錢了，高管們被裁員大棒和共同富裕的雙重緊箍咒壓得不敢抬頭。跨境貿易被精準查賬，以前走灰產、走對沖的路徑被堵死。稅務部門通過大數據交叉比對，讓無數外貿老板不僅要補稅，甚至還要面臨刑責。房價硬着陸，深圳灣那些曾經單價幾十萬的豪宅，現在掛牌1年半載無人問津，甚至出現了大面積的法拍房。搞錢成了風險，躺平成了智慧。深圳富人的減少，不僅是數字的縮水，更是信心的崩塌。當一個城市最活躍的資本開始尋找出口，這個城市的靈魂也就枯萎了。既然國內不安全，那把錢拿走總行吧。但在2025年的中國，這成了最難也最危險的技術活。胡潤報告裡透露，45%的富人已經持有海外資產，而且其中超過1半的人計劃在未來1年內繼續加碼。為什麼冒着資本管制的風險也要挪？避開無死角收割，國內的房產是不動產，不僅賣不掉，未來還要面臨房產稅的威脅。而海外資產成了最後的避風港。制度性恐慌，查稅，查海外所得，查5年舊賬。當規則可以隨意解釋，追溯期可以無限拉長時，富人們唯一的念頭就是雞蛋絕不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。現在的趨勢是大水漫灌的時代結束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精準抽水。富人們通過各種隱秘渠道，把資產換成美元，換成黃金，換成海外保險。即便官方不斷強調外貿順差，但如果你仔細看數據，外匯儲備卻並沒有同步增長，錢都在想方設法地流出去。最後，我們要聊聊這種守財心態對普通人的影響。
富人們不再買奢侈品，不再買房，不再投資新廠，他們把錢鎖進保險櫃，藏進黃金裡。在經濟學上，這叫流動性陷阱。當社會頂端的財富不再流動，下層的工資漲幅就會歸零，就業崗位就會像秋天的落葉一樣紛紛掉落。中國經濟已經從隨便撈錢的階段，變成了看誰能守住錢的階段。以前，富人們比的是誰的私人飛機大，現在，富人們比的是誰還沒被請去喝茶，誰的家人已經在新加坡或溫哥華落了腳。這種悲涼不僅僅屬於那消失的2萬個千萬富翁。當致富的機制被限制，當創富的動力被恐懼取代，整個社會將不可避免地滑向平庸與沉寂。這就是2025年中國最真實的底色：上層在忙着保命，中層在忙着止損，而底層還在幻想着財富回流後的餘溫。但殘酷的現實是，當潮水退去，沙灘上留下的只有冰冷的稅單和一地雞毛的空置房。中國人正在親歷一個大時代的終結。在這個守財重於造富的年份，如果你手裡還有點餘錢，千萬別再聽那些專家忽悠去抄底。記住富人們的選擇：避險、避險還是避險。畢竟，連那些有團隊、有內幕、有資產的大佬們都在割肉求生，普通人又憑什麼覺得自己能在風暴中幸免呢？